韩日媒体5号均传出，中日韩三国正就下月在韩国首尔召开领导人会议进行协商。如果成行，将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后首次重启。这对三国合作具有怎样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日韩近年来在军事安全领域进一步同美国靠拢，美日韩同盟加速成型，这会给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日韩谋求在东北亚事务中政经分离能如愿吗？来看看报道。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官员5号表示，中日韩三国正就在首尔举行领导人会议事宜协调日程，商定在彼此方便时尽早举行会议。韩方为此与中日保持协调沟通。据悉，三国正在考虑下月底举行峰会的方案。会议日程敲定后，三国将举行部长助理级高官会议或副部级会议，加快协调会议筹备工作。日本共同社5号的报道也援引多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拟在5月举行领导人会议，正在展开协调。报道称，不仅是经济合作与人员交流等将成为议题，预计还将就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等超越周边地区范畴的安全议题交换意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届时还将进行双边会谈。去年11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日本外相上川洋子、时任韩国外长朴振在韩国釜山共同主持中日韩外长会。这也是睽违4年的三国外长会重新召开。按照惯例，外长会是筹备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此次会议上，三方商定在彼此方便时尽早举行会议，并加紧筹备工作。韩联社5号的报道提到，部分观点曾推测，考虑到3月中国举行全国两会，4月韩国国会议员选举等各国内政日程安排，三国领导人会议在5月之前难以举行。不过，近期中韩两国之间的磋商取得一定进展。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应该说近期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从韩国的角度呢，它主要是2方面考虑，在韩国举行这样一个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当然有助于韩国它的这样一个全球枢纽国家的这样一个定位，以及借这种多边来促中韩双边关系的发展，我想主要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始于1999年，在韩国首尔设有三国合作秘书处，三国轮流担任主席国，目前由韩国担任。20多年来，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今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5周年。现任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上月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在地缘政治、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存在各种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他期待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向世界发出三国重启合作的信号。李希谢认为，碳中和与绿色增长、公共卫生、人口老龄化、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数字化转型都可能成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议题。此外，三国还可能讨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问题。李希谢说 ，RCEP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而中日韩三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2年中 ，RCEP 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李希谢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必须进行调整和完善。中日韩三国需要推动 RCEP 向更高水平迈进。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对于三方的产供链的稳定，对于地区和全球的这种产供链的稳定都至关重要。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在于三方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些领域呢还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有观察指，近来中日韩关系出现消极波动，与美国因素在东亚的参与显著增多密不可分。特别是日韩作为美国盟友，积极在军事安全领域强化与美国的合作。而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奉行亲美和缓解对日关系的政策，使得韩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前沿两翼的格局更加分明。
本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期间，还召开了伙伴国会议，日韩均派代表出席。韩国外长赵对烈在会上表示，北约和印太地区伙伴国之间加强合作非常重要，韩方将基于韩国与北约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与各方深化合作关系。日本共同社此前援引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本月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前往美国与拜登举行美日首脑会谈。期间，拜登或将正式邀请岸田7月份再度访问美国。该消息人士表示，按照计划，岸田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将参加7月9号至11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并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与拜登举行第2次戴维营峰会。去年8月，拜登在戴维营同岸田、尹锡悦举行了首次美日韩3国领导人峰会，不仅连发3份成果文件，还承诺这一峰会将每年定期化召开。在3份成果文件中，美日韩谈及的合作事项涵盖军事、技术、经贸、供应链、高科技等诸多领域，针对的国家也扩大至中俄朝3国。对于今年的峰会议题，日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同样离不开中国，包括日本自卫队与美韩2国军队强化防卫态势、提高情报共享顺畅度和扩大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等。共同社还称，美国政府近年来频繁指控中国搞所谓经济胁迫，并有意借此议题与日韩2国政府在建立半导体和其他关键供应链的经济安全保障方面推进合作。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去年以来，美日韩3边合作的准同盟化是东北亚地区地缘格局非常显著的特点。无论是机制建设，也就是形成常态化的领导人峰会，还是功能性建设上，即从最初的针对朝鲜逐渐扩展到涵盖中国，但3国要最终完成同盟化仍存在不确定性，包括日韩关系改善能否持久，以及今年的美国大选会否让特朗普卷土重来等因素。王俊生认为，日韩既想政治安全一边倒地向美靠拢，但又不想放弃中国的发展红利，这种政经分离的算盘很难打响。因为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是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点在中韩关系中表现得也尤为明显。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关系获得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就与2国的政治外交安全关系和谐发展密切相关。但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2国关系出现下滑，并迟迟得不到改善，双边贸易额也从2022年的3600多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3100亿美元左右。总而言之，那么中韩也好，中日也好，我觉得首先要改善政治关系、安全关系和外交关系，然后呢才能推进我们说中韩和中日那么经贸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发展。据外电报道，中韩日正就下月底在首尔举行3国领导人会议的事宜进行协调。您对此作何解读？我相信，要不是看到了这则新闻，很多人都有可能会忘了还有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这么一回事儿。因为虽然早在2007年，中日韩3国就已经达成了每年轮流举办3国领导人会议的共识，但是上一次举行这一会议还是2019年的时候，在中国的成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美日、美韩以及美日韩3国领导人却每年都要举行至少1次以上的峰会。这种近邻居然不如远亲的现实，实际上折射出了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生态已经出现了2个违背大趋势的极为不正常的现象。第一大不正常的现象的地方就在于，按照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不可逆转的大方向，而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可以起到消弭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分歧、平息国家与种族对抗的作用。然而东亚地区的事实情况却是，中日韩3国的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原本炒得火热的中日韩3国自由贸易区概念，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相反，拟议中的美日韩军事同盟构建，不仅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出现了加速的迹象。也就是说，在东亚地区，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结盟已经完全压过了中日韩区域经济整合的势头。这种现象发展下去，
不仅违背了世界潮流，而且将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二大不正常的地方就在于，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仅在东亚地区失效了，而且在东亚地区还出现了相反的走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文化与文明圈的冲突与对抗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并成为全球与地区冲突的主流。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以中日韩为首的儒家文化与文明圈，更以美西方为首的基督教文化与文明圈的对抗将会逐渐走向激化。然而最终的事实却是，在美国的刻意操弄与挑拨之下，身处儒家文化与文明圈的中日韩三国不仅并没有走到一起，而且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因素，日韩两国还倒向了美西方的怀抱。也就是说，虽然旧冷战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对抗仍然是东亚地区的主流，而这显然又是因为美国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新冷战所产生的恶果。那对于韩国外交官赵对烈在出席北约外长会期间，不仅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且主动邀请北约进入印太地区，以应对朝鲜的所谓威胁，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记得中国古代有一句非常具有辩证色彩的俗话，叫心一利，则必生一弊。这句话就在俄乌战事，尤其是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应验。毫无疑问，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与朝鲜两国的密切军事合作，要不是俄罗斯与朝鲜同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西方社会空前严厉的制裁与封锁，朝俄关系也不至于如此急速的靠近。然而就在朝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势必会引起韩国的焦虑、警惕与反弹，而韩国反弹的手段就是向俄罗斯的敌对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且鉴于韩国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数得上号的军备生产与销售大国，因此韩国的这一决定对俄乌冲突的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俄乌两国在军事上的明战已经引起了朝韩两国之间的激烈的暗战。其二是，从韩国主动邀请北约进入印太地区，以应对朝鲜的所谓威胁来看，朝俄的走近已经引发了韩国与北约的走近，未来不排除北约的军事力量会进驻韩国。如此一来，俄罗斯就将在东西两条战线上面临北约的前后夹击。而且过去积极邀请北约进入印太地区的只有日本一个国家，而现在韩国也加入进来了，这无疑会增加北约东进的可能性。